大延15，大延皇帝不顾诸葛长苏劝阻，冒险出征，兵败岐山。为不听丞相之言，中了奸人诡计。陛下，莫要再提了。父皇，丞相，故命不久矣。丞相，西西年幼，又是女儿身，朝中军政只能委托于你。臣自当尽力。西西顽劣，若惹恼了丞相，陛下，我给长公主100次机会，如何？好，西西，丞相乃千年难遇之奇才，由于你有婚约在身，有他在你左右，大燕定能保100年安宁。你要好好待他，万不可辜负。父皇，儿臣知晓，我宋西西一定好生待诸葛长苏，视他如国士。若有亏欠，身死魂消，不得好死。此我大燕国有救。大燕国女帝宋西西登基！万岁万岁万岁！女帝宋西西登基之后，白衣丞相诸葛长苏对内推行仁政，减免赋税，整顿朝纲；对外整顿军备，育成一统。长苏哥哥，此番七出祁山，若能收复中原，大胜而归，朕必定携百官10里相迎。届时，朕再与你完成婚约，做一世夫妻。西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完成先帝夙愿，还大燕一个朗朗乾坤。走。长苏哥哥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丞相收复北魏，又北击匈奴，今日班师回朝，又是立下了奇功。丞相与陛下本有婚约，此番大婚必将裕极天下。我大燕有诸葛丞相，实乃百世之福啊！陛下怎么还没来？别闹了。谢谢。丞相，你可知罪？你可知罪？臣何罪之有？好你个诸葛长苏，真当朕还是3岁小儿？秦学士都说了，匈奴险恶，杀人如麻，你竟擅自开启战乱，置我大燕天下于何地？匈奴贪污，屡占边境，为保大燕安宁，自当严惩不贷，寸步不让。征战3年，我大燕早已疲惫不堪，民不聊生，你却穷兵黩武，完全置百姓疾苦于不顾。陛下，匈奴如狼，欺软怕硬，你退一步，他便进3步。够了！如今边境之事已平息，后续匈奴之事，就由新科状元秦朗全权负责。
秦老，丞相不过素人，而秦学士乃是新科状元，才高8米，又深谙外交之事，面对匈奴，自然能妥善应对。至于丞相你，诸葛长苏，跪下接旨。秦学士，丞相乃先帝亲子，见帝不跪。放肆！陛下乃天皇贵胄，无上尊荣，如今亲掌朝政，又有圣旨在此，谁敢不跪？来人！此人胆敢藐视圣威，给我拉下去斩了！秦学士饶命！丞相救命！丞相！大颜女帝宋茜茜登基，跪！万岁万岁万岁！先帝，臣当初承诺容忍女帝100次，如今100次只剩7次，再过3次，若她仍执迷不悟，任由奸臣，臣愿离开，再也不进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摄政王丞相诸葛长苏善战匈奴，有失国体，即日起革去摄政王之位，永不再封。钦此。长苏哥哥，太后说以后你就是我的摄政王了。你看，日后你说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陛下厚爱，臣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不许你死，我要以后都听你的。100次机会，还剩2次。臣遵旨。好了，离朝3年，你有许多政务要处理，切莫耽搁。若无他事，退朝。是陛下。世人只知诸葛丞相，却不知陛下之名。诸葛长苏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功高盖主的下场啊。我与陛下之事，轮不到你忘。冥顽不灵，小心不得好死。丞相，朝廷因匈奴之事，将您摄政王之位革去了。虚名而已，无需在意。丞相，陛下以前对您不是这样的，对您都是信赖有加、言听计从的呀。是啊，丞相，兄弟们拼死疆场，好不容易天下既定，现在岂容得奸臣当道啊！丞相，放肆！丞相，我等并非贪恋权势，只为江山社稷。是啊，丞相，如今陛下昏聩，秦老把持朝政，鸟尽弓藏，如此苛待于丞相，诛戮臣死，我如何能忍？好了，都别说了，都起来吧。我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先帝托孤与我重任，我如何能做出如此不忠不义之事？丞相，够了！诸位，此事莫要再提。丞相，丞相，太后有请。
拜见太后。免礼。燕王殿下。丞相，长苏，你受委屈了。太后客气。这事是皇帝的不对，我已经批评过他了。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何况陛下年纪渐长，也的确需要更多尊重。长苏说的是，皇帝年纪已大，你们的婚事是该办了。陛下婚事还得由他自己认可才行，不然此事是先帝意愿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。全凭太后定夺。长苏是个念旧的人，燕王，送一下。丞相，请。丞相，你若不想跟皇姐成婚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禀告母后。陛下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若能成婚，也是好事。诸葛丞相，哎呀，秦学士，哎呀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我腿好像断了。诸葛长苏，你为何要谋害秦学士啊？我没有。混账！朕都亲眼看到你推他下来，你还敢狡辩？不，陛下，许是臣抢了匈奴的事物，惹怒了丞相，都是臣的错。诸葛长苏，立马给秦学士道歉，否则朕定不轻饶。臣无错。无错？好一个只手遮天的丞相！来人，给朕张嘴！你们治国之道，在于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是故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陛下，长苏哥哥，长苏哥哥，国师一切由你便行。西西累了，要抱抱。陛下，不可无礼。怕什么？我们俩都已经有婚约了。我不管，西西就要抱抱。西西，我们还未完婚，旁人会说的。旁人？谁敢说？我便打死他！皇姐不可！燕王，你敢拦朕？皇姐，丞相为我大言，殚精竭虑，怎可如此待他？更何况刚刚是秦学士自己摔下楼，与丞相何干？身为亲王，不明是非。来人，把燕王给带下去。是。至于丞相欺辱同僚，致学士受伤，犯下欺君之罪，事后不知悔改，嚣张跋扈，夺其免死金牌，以儆效尤。长苏哥哥，西西不让你死，知道吗？只少一次机会，臣遵旨。皇帝，扶秦老下去疗伤。是。母后，摄政王之职和免死铁券，那先帝当初钦定，你一朝收回，太过分了吧？母后，儿臣自有分寸。你与长苏马上成婚，
现如今几次羞辱，日后又该如何面对？这大言百姓，只知丞相，不知炎帝。若成婚之前再不多加敲打，这天下到底是姓宋，还是姓他诸葛？话虽如此，但不可操之过急。秦学士说了，这男人就如同训狗，得彻底打服，才能对你摇尾巴。皇帝，你不要过犹不及呀。母后，儿臣需要的是一个乖乖听从于我、安守后宫的贤内助，而不是一个权倾天下的丞相。更何况，长苏哥哥这几年也太过操劳，是该好好歇息歇息了。你就不怕气走他？不可能，长苏哥哥承蒙圣恩，又与我有婚姻牵绊，这几年对我是百依百顺，他怎舍得离开我？可是，母后，秦郎可是状元出身，才华不弱于丞相。这外有秦朗，内有长苏，方可保我大言江山无忧。皇帝，你长大了，我不愿意管。只有一件事，母后请说。丞相毕竟是你未来的丈夫，万不可坏了你们之间的感情。母后放心，我从秦学士那儿学了许多夫妻之道，待明日朝会散去之后，我便与他履行婚约，好好补偿一下长苏哥哥。我不要他胸怀天下，只要他独宠我一人。丞相居然不站陛下身边了。丞相的摄政王头衔被收，据说免死铁券一并被交。丞相一统三国，匡扶社稷，有滔天大功啊！陛下怎至于此啊？有事上奏，没事退朝。臣有本奏。陛下，臣弹劾当朝丞相诸葛长苏结党营私，擅权专断，危及社稷，侵夺相位，以正朝纲。侵夺相位，以正朝纲。放肆！诸葛丞相功勋卓著，岂容尔等诋毁？丞相为匡扶严氏，夙夜难寐，殚精竭虑，少年白头，岂容你如此污蔑？丞相确有大功，然而天下一统，却不知抚恤民力，穷兵黩武，朝野早已有怨。御史所言非虚。今日匈奴使者来访，丞相指使大将岳猛擅杀使者，挑起边患，其心可诛。匈奴使者为非作歹，岳猛依法行事，何来滥杀？杀人者我也，与丞相无关。无论如何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匈奴大军也顷刻将至。敢问丞相如何应对？匈奴敢战，那便应战，有何可怕？大燕国3年来征战不休，民力疲惫，若再起战端，恐怕生灵涂炭。陛下，我大燕国需要休养啊！陛下，为了江山社稷、黎民百姓，请丞相罢官。请丞相罢官。你们这帮无胆鼠辈，你们都会后悔的。够了！诸葛丞相，面对匈奴，当以和为贵。所以，要么就请斩岳猛之首，以平匈奴之怒；要么就我宋茜茜一定好生待诸葛长苏，视他如国士，若有亏欠，生死魂销，不得好死。臣愿辞去相位，以保大燕国安宁。丞相，好。既然丞相愿意交出相位，足以见得对我大燕国忠心耿耿。至于丞相之位，就暂由秦朗代任之。
待认知。陛下，臣定当不负重托，竭尽全力辅佐朝政。不可！燕王，你可有异议？陛下，秦朗资质尚浅，难当大任，恐误国事啊！先帝托孤于诸葛丞相之时，正是秦朗这般年纪，更何况秦朗乃状元出身，远胜于丞相布衣，为何诸葛长苏行，而秦朗不行呢？陛下，秦学士，既然燕王不信，那朕问问你，若你执掌相位，该如何应对匈奴之兵？陛下，匈奴虽强，但我大燕国自有对策。臣建议固守边关，同时派使者与其和谈，以缓兵之计，待国力恢复，再图反击。匈奴贪婪，开口就是白银100万，国库空虚，哪里有钱？国家有难，百姓理应共担，多加点税，苦一苦百姓也是。混账！若匈奴要割我边境驰骋，撤裁边军，又该怎样？匈奴乃茹毛饮血之辈，先满足他们，让他们得逞一时便是。割地赔款，秦学士此计等同卖国。燕王息怒，此乃权宜之计。待国力恢复，必将夺回失地，以振我大燕国威。好，诸葛大人，你有何意见？臣已卸下相位，布衣白身，不便多言，一切陛下定。臣告退。难逃俗世纷争，飘摇红尘。多少次闹市擦肩，将声音错认。灯火燃烧出心思做荒尘。陛下，我给长公主100次机会，如何？先帝，臣答应你，容忍女帝100次，现如今已是最后一次，臣尽忠职守，无愧于心，是时候离开了。丞相，你方才在说什么？臣见陛下已有先帝之风范，心中甚慰。诸葛大人，你既已经退去相位，不如就在府中沐浴焚香，读书明德，准备来日大婚。这是臣离开朝堂之前最后一份奏折，还请陛下批准。这是什么？陛下，匈奴使者突然来访，愿与我朝重归于好。哎呦！来人，传太医。此事我批了。长苏哥哥，朕知道你近日心中委屈，大婚当日，我再与你细说，可好？陛下，没有以后了。长苏哥哥，疼不疼？小伤而已，不必在意。不行，你可是西西的天，你千万不能出事。传御医。从今往后，再无君臣，也非夫妇。似雪花飞舞着坠落。长苏哥哥，你一定要批
平安回来了，届时朕再与你完成婚约，做一世夫妻。丞相，你可知罪？臣何罪之有？我宋茜茜一定好生待诸葛长苏，视他如国师。丞相之位就暂由秦老代任之。臣告退。宋茜茜，你与我天下之道，生生世世再也不见。大言国陛下御驾亲临，迎娶入宫，如此待遇举世罕见啊！诸葛丞相于大言危难之际，以一人之力匡扶严氏，必滔天之功，多高的女帝有出了阵仗就是大呀！丞相被罢除了摄政王之位，剥夺了免死铁券，又卸任了丞相之位，今天可是热闹了，还以为失势了呢。丞相雄才大略，天纵奇才，入了宫中不在朝上，多少有些可惜啊。顶替的秦老，毛头小子一个，只怕也撑不起来啊！陛下，城中刁民甚多，陛下此番出宫，实在危险。无妨，前些日子我欠诸葛长苏太多了，今日登门，正好表示一下我的诚意。陛下，今日大喜之日，诸葛长苏竟不亲门相迎，简直是目中无人。罢了，朕亲自进去请他，也好让他顺顺气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人呢？丞相，丞相去哪儿了？还不赶紧去找！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要给朕找出来！站住！过来！诸葛丞相人呢？丞相他说，丞相被贬为庶民当日，便已离京，告了还乡去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胡说！我等下人怎敢欺瞒大人？这是当今圣上陛下，丞相今年方才30，正是风华正茂，怎么可能会告老？丞相方才30，草民入府不久，见他满头白发，以为年纪甚大。丞相为我大言，殚精竭虑，少年白发，确实辛苦。不对，丞相伴随先帝南北征战，在南阳早无亲人家眷，怎会还乡？陛下，我什么都不懂啊！3日前，相府管家就把这些东西让我处理，还说丞相准备离京。挥之不去你的身影，燃烧我心里的悲情。擦肩之际已爱上你。3日前，那不是丞相北伐归来之日。好，别闹。听老管家说，丞相以前可喜欢这些了，爱不释手。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所以才让我烧掉，免得徒增悲伤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什么？都在那里，才烧了一半。这是朕刚学会手工送给他的布老虎。长颂哥哥，这是西西缝了半个月的，你可不能嫌它丑。不会，我会一辈子珍藏的。
停泊。来人！此人毁坏御用之物，给朕拖出去斩了！此人毁坏御用之物，给朕拖出去斩了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我不知道这是御用之物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皇姐，万万不可！怎么，你是在替他求情？皇姐，丞相说过，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他才放走，你就随意杀人。若是此事传入丞相耳朵，你让他如何看待？对啊，他刚走，肯定没有走远。来人，给朕把京城搜个底朝天，也要将诸葛长苏给朕找出来。是。皇姐，丞相已被你贬为庶民，他本无官职，来去自由，你又凭何抓他？他就算没有官职，但他仍旧是我的未婚夫。陛下，诸葛长苏逃婚，让皇家丢尽脸面，百姓笑话。这是诛九族的大不敬之罪呀！没错，他罪该万死。皇姐，你可想过，丞相他为何不告而别？燕王的意思，这些都是朕的过错。妹妹不敢，你不在其位，根本就不能理解我。皇姐，此事明明可以不这样的，是这……滚！陛下，秦爱卿也是觉得是朕错了吗？燕王年幼，不知诸葛长苏内心险恶，也不知斗争的残酷。若真让诸葛长苏掌控内外，这大燕的天下，可真就不幸送我。多亏秦爱卿，朕方才知晓这世间有如此险恶之人。只是今日他当着众目睽睽之下逃婚，恐怕朕会成为这全京城所有人的笑柄。眼下之计，只能让人假扮诸葛长苏回宫。假扮？陛下也不想以九五之尊，让天下人嘲笑吧？秦爱卿身量如诸葛长苏一般，不如就由秦爱卿来假扮吧。不行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事到如今，就连秦爱卿也要忤逆朕。不，为了陛下，微臣愿上刀山下火海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起驾回宫。迎着陌生的森林，就会看起来浑然想起来。诸葛匹夫，他这次又是没人接的赏花，还有女人，可都要归我秦他笑着哭来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？诸葛长苏，朕是皇帝，是天下之主，天下人都不敢忤逆朕。
长苏哥哥，是你吗？你回来了。长苏哥哥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好狠的心！我知道你之前受了太多的委屈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啊？我正打算在我们新婚洞房花烛夜与你诉说衷肠，共度良宵。长苏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自从第一眼看到你那天起，我的心就从未变过。西西一直都好爱你。长苏哥哥，朕乃一国之君，有些时候身不由己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？不过你放心，朕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去秦朗那边学了房中术，可以好好的让你尽享欢愉，给你弥补一下从前遭受的所有委屈。长苏哥哥，你别生气啊，我的身子是干净的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给你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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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皇帝，长苏，这几日皇帝行事太过着急，你受委屈了。别人不知道长苏艰险，但哀家却瞧得清清楚楚。当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天下三分，大言疲弊，转瞬倾覆，是丞相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，平定天下。而丞相年少，却已满头白发。皇帝身边有奸臣，谗言毁你。长苏放心，我已知晓是谁，再过几日，我便设计诛杀。是你！太后激怒，诸葛长苏大逆不道，擅自离京，陛下为保颜面，令我李代逃将。你上！诸葛长苏！诸葛长苏，朕乃大燕皇帝，世间最尊贵之人，你怎敢离开朕？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丞相这般的奇男子一身傲骨，国士无双，先帝好不容易笼络住，你却总是把他往外推。朕是这大燕的皇帝，需要考虑的是这百姓江山。丞相之德，世人皆知，不可能取而代之。朕相信他，却相信不了人性。事到如今，皇帝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他只是跟我使使小性子而已，朕已经派人去接他了。他若是不肯回来呢？不可能，这大燕江山是他一刀一枪打下来的，就算他能舍下朕，也不可能舍得这天下百姓。你也知他舍得你了。母后，
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与秦朗已拜堂成婚，不如将错就错，让秦朗入后宫，让诸葛长苏重担丞相。外有秦朗，内有长苏，方可保我大言江山无忧。如此一来，与你之前的策略倒也一样。不可，不可！你所担心的不过是丞相内外专政，替代大言的江山。现在秦朗主内，丞相主外，不是正合你意？我宋茜茜从始至终想嫁之人，都只有诸葛长苏，再无他人。丞相出征之后，你和秦朗同进同出，还敢骗我？我跟秦朗只是学习权谋之术，并无男女之情。你们二人行为举止无比亲密，整日黏糊，真当旁人不长眼睛？母后，秦朗家中祖传皇帝房中术，朕学这个也是为了日后成婚后好好犒劳长苏而已。你与秦朗学房中术？哎呀，秦朗其实他是龙阳之癖，不喜女子。他说你就信啊？秦朗身份虽贵为状元，但他身份低微，是朕一手提拔至此。如此皇恩浩荡，他怎可欺瞒朕啊？这话你跟丞相去说吧。总之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此生只爱诸葛长苏一人，只嫁他一人，至死不渝。诸葛匹夫！今天起，我将去山中拜佛，你的闲事我也不想管。母后，母后！报！燕王来信，已经找到诸葛丞相踪迹。他在何处？城外5丈驿。好，速速派人。不，朕要亲自去迎诸葛丞相。走。5丈驿，诸葛匹夫，我绝不能让你坏了我的大计。老刘，你的心乱了。丞相，您为大言立下天功，今日却落了个狼狈离京的下场，何其不公！我前半辈子为了大言江山操劳，你总说我辛苦。如今我退隐江湖，你反倒不开心了。您能轻松，老奴当然欢喜。但是那宋家对您如此苛责，实在太让人寒心了。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康，乃是我毕生所求。至于我个人利益，如同浮云，无需在意。丞相，这江山都是您打下来的，朝野百官皆服于您。我谋先帝重任，此事断不可再提。是。取你们性命的人！丞相如此退让，只求归隐，你们居然还不善罢甘休，欺人太甚！你就是诸葛长苏，尔等何人？可敢报上姓名？你无需知道我是谁，只需知道有人想要你死。谁？北魏余孽？东吴？秦朗？还是陛下？受死！
老刘，丞相，敌人都是绝顶高手，快走！既是绝顶高手，我们自然没有逃脱的可能了。走！老刘，老刘，走！阁下，这盘棋还没有下完，陛下好手段。去死吧！不可！燕王，燕王，你何必如此？丞相，是我大爷欠你的太多了。我也不是丞相。不，丞相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大爷的丞相。就算不是，你也是我永远的先生。殿下，是匈奴人。匈奴？你没事吧？先生，这下你相信，不是皇家要害你？我相信你，先别动。我知道你对我皇姐很失望，但我皇家不只有皇姐一人，我皇家还有我。放肆！好啊，我说诸葛大人为何拒朕于千里之外？大婚当日还逃婚，原来是在这儿与朕的皇妹情深意重。皇姐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住口！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哼，一个是朕的未婚夫，一个是朕的亲胞妹，竟当着朕的眼皮子底下私通。诸葛长苏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我与你的婚约早就已经……闭嘴！朕还想着与你共坐江山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爱我一人，没想到你竟然背着朕与皇妹行这苟且之事。皇姐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误会了。诸葛长苏，朕要你给我一个解释。草民无话可说，任由陛下处置。先生，好一个无话可说！既然如此，来人，把犯有大不敬之罪的诸葛长苏给朕斩了！来人，把犯有大不敬之罪的诸葛长苏给朕斩了！怎么，你们一个个都要造反不成？朕的旨意谁敢不从？陛下，诸葛大人有功于国，不可妄杀呀！满朝文武接受诸葛丞相之恩，贸然杀之，只恐朝堂不稳，国家难安啊！你们，陛下，你们
不敢，我来！剑车岗儿，给我让开，否则刀剑无眼！皇姐，丞相忠心耿耿，一心为国，何错之有？若是贸然诛杀，这全天下还有谁敢为我大言效力？诸葛长苏，你敢说你没有错？草民无罪，无愧于心。无愧于心？你莫不是忘了你与朕有婚约？大婚当日，你不告而别，弃朕于不顾，你将这皇家颜面置于何地啊？陛下还记得，草民辞去官身当日，送上了最后一本奏折。奏折？奏折？这是臣离开朝堂之前最后一份奏折，还请陛下批准。陛下，不好！哎呀！来人，传太医。此事我批了。你莫不是还在为当日之事嫉恨吃醋？当时只是秦学士摔倒，朕太着急，所以……陛下与秦大人的事，草民管不了。至于陛下口中说的婚约，不如拿出奏折一看。好，李公公，奏折。陛下，奏折在此，请陛下过目。竟有此事！陛下，那日您恩准的，所以就让掌印太监给盖上了。岂有此理！为何不和朕说？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呀！当日陛下您在御书房和秦学士在陪的。疼！这哪疼啊？报！陛下，诸葛丞相的奏折。滚！别烦朕。是。闭嘴！该死！该死！求陛下开恩！求陛下开恩呐！真是！陛下，你我之间婚约早已解除，何来弃婚之罪？诸葛长苏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预谋，对不对？世人只知诸葛丞相，却不知陛下之名。诸葛长苏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功高盖主的下场了。我与陛下之事，轮不到你妄论。哼，冥顽不灵，小心不得好死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好啊，你竟然是这种态度，你与朕当真是无话可说了。草民无话可说。好，既然你要毁约，可先帝呢？你可是答应过先帝要尽力辅佐朕，守住这大燕江山。草民曾答应过先帝，给陛下100次机会。100次？玉玺万里，若惹恼了丞相，陛下，我给长公主100次机会，如何？你当真给过朕100次机会？每一次我都竭尽全力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从今往后，再无君臣，也非夫妇。如今草民与陛下缘分已尽，只求陛下放我离去，各自安好。你当真要离开我吗？陛下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皆有定数。你已长大，
你要的不是掌控一切的权臣，而是你掌控一切。不，你可以做我的丈夫，与我养儿育女。草民是个读书人，只爱山水之乐，志向从不在公言之下。哪怕是连我，也留不住你吗？愿陛下成全。大胆！朕乃九五之尊，千金之躯，如此降尊于贵，低头求你，你竟连半分颜面都不给吗？陛下，请看此盘。如何？棋盘之上被利剑洞穿，即便拔下，伤痕也仍还在。朕都说了，会补偿于你。覆水难收，破镜难圆。我与陛下之间心底的伤痕也永远无法弥补。只盼时光流逝，你我再不相见，或许方才能淡忘。不，有伤痕是吧？朕能伤你，亦能救你。草民宁死。皇姐，不可！宁愿死，也不愿意娶朕。皇姐，不可！燕王何必如此？皇姐，丞相有功于大言，有功于我皇室。若是贸然诛之，朝野闻之，天下必将大乱。是他寻死，与朕何干？皇姐，丞相有功于国，还望皇姐放他自由。怎么，燕王就这么在意他？不，只是天下皆瞩目于此，若是贸然诛之，那文武百官还有天下百姓皆会不服。好啊，都说诸葛丞相权倾朝野，我这皇妹左一个大臣，右一个百姓，当真吓人。陛下切莫激我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为自枉去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与我有大恩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做出谋反之事。你不造反，不代表你麾下的官妃越猛之流却蠢蠢欲动。我可一封旨书，让他们弃官回乡。看来诸葛大人确实很想离开。好，那我便如你心愿。不过，在你离开之前，需要当着众人的面，立下重誓。陛下请讲。朕要你立誓，你此生只能为我大言效力。若是敢投奔他国，为他国出谋划策，必定万劫不复，不得好死。必定万劫不复，不得好死。都说学得文武艺，祸与帝王家。丞相若是发了毒誓，这一身才华，所投无门，就全都埋没了。一辈子的书算是白读了。看来陛下对我当真是不放心。以诸葛丞相之才，若是投奔他，必定是我大言之末日。朕身为一国之君，自然是要提防。皇姐，又或者，你若是愿意回来，朕可以让秦朗下去，让你重新继任，重新掌权。不必。苍天在上，黄土在下，我诸葛长苏若投靠别国，帮其谋划，必万劫不复，不得好死。所以，
你宁愿舍弃一身才华无处释放，宁愿流落山野，也不愿意效忠于朕。草民上半辈子给大燕国燃尽半生，完成先帝遗愿，现如今也该如老刘所愿，纵情山水，好好修行。好你个诸葛长苏，你当真以为没了你，我大燕国就会灭亡，连朕也活不下去了是吗？草民没有这么想，朕看你就是这么想的。好在我大燕国英才无数，你信不信？在新科状元秦朗的带领下，我大燕国依旧会繁荣昌盛。丞相，细细年幼，又是女儿身，朝中军政只能托付于你。朕自当尽力。先帝临死托孤于我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尽最后一份力。陛下圣明，草民临走之前还有3件事，恳求圣上。难得也有你求朕的一天。大燕征战多年，名利为奸，还请陛下轻徭薄赋，不可加税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朕自然是知晓，不过你挑衅匈奴，开启战乱，实在可恶。其二，北魏初定，旧臣莽撞，有以谋祸为首。拜见丞相。我虽对他七情七纵，勉强归心，还请陛下务必尊重，给予时，否则反叛，必成大祸。秦朗乃是状元之才，比起你这布衣，自然是要强上数倍。最后便是匈奴，匈奴之辈，茹毛饮血，狼子野心，断不可信。没了。此3策若成，可保大燕国100年无恙。诸葛长苏，你莫要假惺惺的，真让人恶心。以上都是草民的肺腑之言。记住，这朝堂之上，离了谁都照样转，没了你，我大燕国只会比之前强上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。如此，草民衷心祝国朝昌盛，蒸蒸日上，愿陛下圣体安康。你且给朕等着瞧。来人，送燕王去太医院。是。丞相，丞相，丞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丞相，你走之后，我们的兵权就被解了。那狗皇帝不当人子，我们几个一盘算，还不如来您面前当个马前卒爽。丞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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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丞相。丞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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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走啊！丞相，你走了，丞相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是啊，丞相，留下吧。大燕不能没有诸葛丞相啊！是啊，丞相不能没有诸葛丞相啊！丞相，诸位，长苏劳累多年，如今天下一统，长苏再无遗憾，只盼卸甲归田，享受几年清闲。丞相执掌朝政多年，大燕百姓谁没受过丞相之恩？现如今奸臣逼走丞相，大伙儿不服啊！朝廷不公，亏待功臣呐！丞
对呀，对呀，没错呀，是啊。诸位，当今陛下春秋鼎盛，不可妄语。长苏也没受半点委屈，确实是为了丞相，这天下就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请大家成全丞相的一腔忠义。丞相，此乃大伙儿一笔一画制作而成，带走吧，以遮风尘。长苏拜别各位乡亲。走吧。大言百姓，恭送丞相归乡！恭送丞相归乡！恭送丞相归乡！都看到了吧？天下百姓只信任他诸葛长苏一人。朕定要做出一番成绩，给天下人以及他好好瞧一瞧。微臣愿拼尽全力，也得让陛下得偿所愿。哦，爱卿可有良策？官非岳母之流，虽已革职，但朝中诸葛一党仍有许多。当务之急，需清理诸葛余党，提拔新人。那是自然。其次，需拉拢群臣，提高待遇，繁荣市面经济，方才能让大燕重现盛世之象。可匈奴岁币未付，朝廷本就国库空虚，哪有钱财散盐？加税？加税？可诸葛长苏不是说不能加税吗？陛下，为君之道，得先让官吏得利，方才能如臂指使。他故意如此，就是想让陛下掉入陷阱，无人可用，只能求他。果然恶毒。秦丞相乃状元之才，都听你的。哈哈哈哈！嗯。陛下，再喝一杯吧。贺礼到，贺礼到！先进工部侍郎和珅送百年夜明珠一颗。微臣为陛下贺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爱卿上任，两河安宁，风调雨顺，着实给力啊！都是陛下信任之功。新晋兵马大都督秦壮送南海千年珊瑚一株。俺是粗人，就祝陛下越来越漂亮。自你上任，我大研铁军兵马强壮，确实难得。陛下既然欣赏啊，俺这条命就是陛下的。丞相秦朗送黄金万两，白银100万，蜀锦苏绣若干。恭祝陛下君临天下，万民顺从。自秦爱卿上任我大研丞相，
这天下昌盛，市井繁华，就连朕与朝中百官吃穿用度，都要比平时强过100倍。都是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，丞相贤能，实乃大言幸事。为陛下贺，为丞相贺。好，燕王，看到如此盛景，你不开心？为皇姐贺。哼，朕看你就是想不通，为何没有诸葛长苏，我大言还会如此昌盛？皇姐，你喝醉了。朕看你就是不想承认。纵使他诸葛长苏有几分才华，不过是一介草民，哪有门第士族又是状元出身的秦丞相有本事呢？陛下，我知道你与诸葛长苏一直有所联系，朕想知道他如今看到我大言如此繁花似锦，会作何感想？盛世，民间苛捐杂税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这也可称为盛世？你说什么？陛下乃大言之主，这整个天下都是陛下，世间安宁，皆有朝廷庇佑，不收点税，怎么了？陛下，丞相临走之时说过，让您不可加税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您当日可是答应过的。闭嘴！朕如何治国，何须听他一介草民之语？道不同不相为谋。皇姐，既然你如此偏执，那臣妹无话可说。放肆！既然燕王不起朝廷之地，又不想看这繁华盛景，那就削去藩位，去那荒凉烟地吧。陛下，不可！不可！陛下，怎么？陛下，秦丞相割了10地与匈奴，燕地直面匈奴兵锋，又有流民遍地。是啊，陛下，如此险地，燕王这一去，恐怕九死一生啊！混账！大燕国泰民安，哪来的险地？就是，我与匈奴签了合约，哪敢犯境？陛下，燕王尚幼，口不择言，又关心国事，方才如此。请陛下给燕王一个机会。陛下。燕王，你若此时肯道歉，朕就收回成命。不必了，我去。不可啊，燕王！宋瑶瑶，你就这么想死？与其在这儿碍事，倒不如我离开，落个清闲自在。滚！皇姐，诸葛先生临别之时说的皆是金玉良言，你既已加税，便不可再怠慢谋划，轻信匈奴。闭嘴！别逼朕杀你！大燕国的基业，怕是要葬送在宋西溪之上。混账东西，非要在朕的寿辰之上闹事！陛下，燕王眼红心热，心生嫉妒，陛下切莫动气呀。对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是。来，报！西北蝗灾遍地，千里绝收。什么？报！西北蝗灾遍地，千里绝收。报！南方台风临近，四省遭灾。报！多城蝗灾，流民千里。怎么办？可李煜是啊，你们也不看看，这是什么场合？敢打扰陛下的诞辰寿宴！来人，
给我拉出去斩了！不可，国事重要。且慢，这怎会有如此多的天灾啊？陛下，陛下，不止天灾，还有人祸。什么人祸？温御史，尔敢胡言！报！黄河决堤，水淹东南，死伤数10万。黄河决堤，和珅，你不是说两河安宁，百年无忧吗？陛下，此乃天灾呀！陛下，臣有切实的证据证明这个和珅偷工减料，中饱私囊，罪大恶极。呈上来。都是陛下信任之功。混账！来人，将此人拖下去，给朕严查到底。是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各地都有灾情，急需赈灾安民，不然恐生大乱。魏爱卿说的有道理，如今我国库满满，拨款就是。陛下，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国库亏空，现在已经无法赈灾了。国库空虚，不是前阵子刚交的税吗？怎会无钱啊？陛下，之前与匈奴和谈，割地赔款，国库已然耗空啊！这如何是好啊？当今之计，只有再苦一苦百姓，继续加税了。大言征战多年，名利为奸，还请陛下轻徭薄赋，不可加税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难道朕错了？让你们在京城待着，偏要来这跟我一起耕地。先生，诸葛先生，燕王，燕王，先生为何如此辛苦，事必躬亲？不同吃同住，如何知百姓之苦？遥遥受教。你怎么会来此地？我被皇姐赶出京城，准备北上就藩。忠言逆耳，他终究是难容于你。能与先生重逢，我却欢喜得很。先生，我知你被我皇姐伤得很深，但我也是先帝的女儿，对先生也是情根深重。匈奴未灭，何以成家？殿下不可再提。先生放心，我与皇姐不同，绝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而误了国家大事。殿下知晓就好。先生，我此次前来却是正事。何事？北地破败，又因秦老卖国，导致百姓流离失所。先生，请你与我北上，主持大局。还请先生为了意外百姓的黎民福祉，答应瑶瑶。我听你的便是。王府一切事宜皆听先生的。哇！干活！没想到他还是没听我的话，对百姓横征暴敛。那秦两是个奸臣，皇姐鬼迷心窍信了他，执迷不悟，恐我大言将要亡国。未必。天下大事9分闭合，人心思安。即便朝廷刻意重税，但百姓都能忍耐。大言当今一统，只要安抚各地遗臣，应该不会生乱。先生说的可是北魏蒙霍？蒙霍天生神力，性格刚烈，乃万人难敌之猛将。
我也是7行7纵，又施以恩德，才勉强拢。原来如此。大燕国内能对天下造成影响的，也就蒙霍一人。只要你皇姐好生安抚，重金笼络，可保大燕无患。那要是皇姐怠慢了蒙霍，会吧？诸葛长苏，都过去了半年之久，你为何还是不原谅朕？朕乃天子，一朝黎民之主，你为何就是不能体谅体谅朕？报！北魏蒙霍毅然进京，拜见陛下。蒙霍，蒙霍，北魏初定，旧臣莽撞，尤以蒙霍为首，还请陛下对其施恩，否则反叛必成大祸。秦丞相何在？宣秦丞相觐见。参见陛下。爱卿快快请起。谢陛下。秦丞相，蒙霍乃是北魏旧臣之首，你切记要好生接待，重金笼络。陛下，国库用于之前的赈灾早已没有余力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诸葛长苏曾交代过，对待蒙霍务必谨慎。陛下，诸葛长苏夸大其词，无需太过在意。可是，陛下，那蒙霍不过是败军之将，一将蛮夷，早已被我大燕铁军吓破了胆，何惧之有啊？此话当真？待我在朝堂之上好好调教一下这蛮夷野人，扬我大燕国威。秦爱卿乃状元之才，又擅长纵横捭阖之术，朕甚感欣慰。宣北魏遗臣蒙霍觐见。传闻蒙霍是北魏第一战将，能以一敌百，杀人如麻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凶猛，气势汹汹，不像好人呐。罪臣蒙霍拜见陛下。罪臣蒙霍拜见陛下。陛下，如何？果然如爱卿所说，虽然凶猛，但毕竟是败军之将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蒙爱卿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辛苦不提，只是有些事情想与陛下以及诸葛丞相当面相询。哦，何事啊？当初诸葛丞相北伐，曾与我等众人击掌盟誓，许我北魏故地免税3年，永不加赋。这有此事？不仅如此，还说若有天灾，朝廷必将支持赈灾安民。对啊，正是诸葛丞相如此仁义，我等方才望风而降。结果这才多久，朝廷却朝令夕改，不守承诺，横征暴敛，民生多怨。这蒙霍，你这是对朝廷有怨言呐？罪臣不敢。哼！朝廷有朝廷的打算，你要做就是安抚好民众，不要让他们暴乱，可懂？是，罪臣知晓。秦丞相好大的威风，吓得那蛮夷只能伏地作小。如此气度，比之诸葛丞相似乎更胜一筹啊！诸葛长苏都说你威名天下，但比起秦朗今日之威风，却又有所不如。尔等不过败军之将，
朝廷饶你性命，给你官当，你就应当好好替陛下分忧，效这犬马之劳。大人息怒，太君之将安敢狂吠？你吃了陛下的饭，关心什么贱民生计？秦丞相说的是啊，当狗啊就好好当。秦丞相，正是本相。你是丞相，那诸葛丞相何在？诸葛长苏与匈奴再起战端，惹下大祸，早已告老还乡去了。现在我才是……你是说诸葛丞相走了？孟获，你要干什么？算什么东西，也敢侮辱丞相？我才是大燕丞相。大燕丞相，你这猪狗一般的畜生，给诸葛丞相提鞋都不配！放肆！孟获，赶紧把秦丞相给朕放下来！丞相当初跟我说大燕皇帝如何圣明，现如今一看，却是个滥用奸臣、昏庸无道之主！混账！胆敢辱骂陛下，罪该万死！谁敢上前，今日便叫他血溅五步！致死追随将军，共讨奸贼！反了，都反了！孟获，承蒙君恩，好不容易留你条性命，让你在这大燕做官，没想到你却如此悖逆！君恩，我孟获受的是诸葛丞相的知遇之恩。你说什么？要不是看在丞相的面子，如你这般瞎了眼的黄毛丫头，我会给你脸？哼，诸葛长苏不过是我大燕区区一大臣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不顾抄家灭族之风险，如此悖逆？拜见丞相。别人都只把我孟获当做一把刀，唯有丞相把我当人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仅此而已。孟获，你放了我，高官厚禄，金银财宝，这是美女，我给你，我都给你，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。还请陛下务必尊重，对其施恩，否则反叛必惩大。孟获，你先把秦丞相给朕放下来。你想要什么？黄金百两、绸缎百匹、美女10人，朕都给你。你们当真觉得我孟获是个重利图财之人？真不知诸葛丞相到底犯了什么傻，会为你这等瓜女娃卖命！来人，将此逆贼给朕拿下！谁敢来？我先杀此人！若是诸葛长苏在此，将会如何？先生，润润嗓子。匈奴最近蠢蠢欲动，似有南下之意。殿下不去练兵，跑来我这做什么？练兵之事，自有关妃、岳蒙等将军看守，瑶瑶别无他求，只想侍奉在先生身侧。你呀你，与你那黄姐当真不同。黄姐心思复杂，是个心怀天下的性子，而瑶瑶心里只能装下先生一人。我再与你弹奏一曲。好。报，丞相果然神机妙算，孟获进京，被陛下和秦朗联手羞辱，大闹朝堂。下去吧。是。最坏的情况到底还是发生了。先生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孟获乃至情至义者，需要好生笼络，惩治以待。若有怠慢，必生反之。
北魏旧地，危矣。那可有补救之策？蒙获心生反之，难以凝住。不过什么？蒙获进京，身担影之。陛下现如今心机日深，若有对付我一半时的心狠手辣、坚韧果断，当场将蒙获斩杀。虽有阵痛，但大言应该无恙。黄姐她会吗？愣着干什么？将叛贼蒙获一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陛下，救我！新郎高门世家出身，状元及第，罪状傲骨，怎么如此作态？是，刚刚训斥蒙获时高高在上，现在居然想尿裤子。是。比起诸葛丞相，实在差得太远了。是，陛下，蒙获所为天理难容，此刻以生反心，若是让他离京回乡，天下必生大乱。对，请陛下当机立断，以绝后患，不要顾忌，当诛此僚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杀了！我看谁敢动我大哥！陛下，救我！没有我，谁来帮你？让他诸葛长苏刮目相看啊！陛下，来人，将蒙获送出城。多谢陛下救命之恩，臣定当肝脑涂地，誓死效忠。你当初可是信誓旦旦地说蒙获乃是败军之将，胆气丧失，绝不会再生祸端。今日为何发生如此荒唐之事？陛下，如今事实的确如此，但微臣错漏了一件事情。何事？蒙获背后有人暗中指使，这才给了他胆气。你是说，正是他口口声声维护的诸葛丞相？是他？诸葛长苏被贬为庶民，心有不甘，这才致使蒙获当朝发难。今日之事，貌似是微臣出丑，但真正丢脸的是陛下您呐！可恶！为了赢过朕，竟然在朕的朝堂之上玩弄了权谋。都说诸葛长苏至今狐妖，今日一看，果然如此。如今蒙获已离京，恐怕会再生祸端。爱卿，你可有良策？微臣已安排大都督秦壮坐镇江东大营，全力追杀蒙获。这一次，我要把陛下丢了的面子全都找回来。好，你可千万莫要再让朕失望。微臣的性命都是陛下救的，臣定当竭尽全力，万死不辞。诸葛长苏想让朕低头认输，做梦！我这才离开数月，竟然发生这么多事。母后，朝中之事千头万绪，这些也并非儿臣所愿。不过请母后放心，一切都在朕的掌握之中。你还敢蒙我？真以为我在山中祈福，就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吗？母后息怒。当初长苏离京，留给你3条锦囊妙计，可保大言100年安宁。可是你呢？又是加税，又是怠慢功臣，可有此事？母后，朝政复杂，形势所迫，朕也不想这样。胡说！当初长苏在朝之时，怎么就没有这么多的乱子？母后，你可还记得蒙获大闹朝堂一事？其实这背后都是诸葛长苏的手笔。不可能！长苏乃托孤重臣，为了大言殚精竭虑，怎会做出这种下作之事？你休得胡说！母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人心都是会变的。
皇帝，我是妇道人家，不懂这些。但是你需要答应我，无论你怎么胡闹，都要确保这大燕的江山无忧，天下安宁。母后请放心，儿臣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大燕江山。你呀你，报！蒙获北魏就地起事，誓师讨燕。你刚答应我什么？怎么会如此啊？明明都是安排好的呀！召众大臣觐见。是。召诸位大臣觐见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秦朗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你不是答应过朕，这猛火回乡必定会死吗？陛下，不是秦壮不努力，是那猛火实在是太过狡猾呀。现在该如何是好啊？陛下不必担心，微臣早有安排。哦，什么安排？微臣已安排精兵强将坐镇江东大营，他猛火不动则已，但凡敢有异动，江东大营10万大军必将倾巢出动。不错，我大燕强军确实是天下无敌。陛下，诸葛长苏灭北魏，心慈手软，留下诸多后患。现如今猛火起事，正好将这些毒瘤连根拔起，一网打尽，为我大燕100年基业奠定基础。好啊，就按你说的这么做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母后都瞧见了吧？纵使没有他诸葛长苏，但有庄园秦朗、秦爱卿这等运筹帷幄、谋算天下之风范，不比他诸葛长苏要强上100倍？要强上100倍？事情果真如此？母后，诸葛长苏不过是一介布衣，乡野出身，哪有我们秦上卿这等5姓7望之世家来得有见识啊？若真能尽除前朝遗臣，确实能保大燕江山100年无忧。不过太后不必担忧，江东大营10万大军皆为百战之勇，更有秦壮这等盖世武将坐镇，想输都不知道怎么输。就是可惜了，这如此庞大的队伍对付一个败兵之将，实在是杀鸡用牛刀，实在浪费。皇帝倒是好信心呢。优势在我方，朕自当信心十足。若是输了，又当如何？若是输了，朕自担责任，任凭母后处置。皇帝，这大燕江山是先帝毕生心血，容不得半点糟蹋。若真有那一天，可别怪母后无情。母后请放心，朕定要证明给母后，还有九泉之下的父皇，朕才是这大燕的天选之人。陛下、太后，你们不必忧虑，说不定现在前线的捷报就要传来了。报！猛火率2000部众突袭江东大营，10万大军溃败，猛火连克8城，兵锋直逼京都。什么？2000对10万？居然还输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！在胡说什么？是不是在妖言惑众？没有，这是800里加急战报，累死了20匹马，绝对没错。呈上来！陛下，这其中肯定是还有别的情况没有搞清楚。皇帝，你可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？太后，猛火剑至京都，形势危急，臣以为还是解当下燃眉之急为好。太后，我给你10日时间，记住了，10日。
恭送太后。陛下，蒙惑势大，不可轻敌啊！现如今情势危机，我们需要小心应对啊！有劳诸位爱卿了，都退下吧。是，陛下。混账！你不是说了吗？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冤枉！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？陛下，10万大军被2000部众一击击破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过蹊跷了吗？朕也觉得好奇，就算是10万头猪，也不可能败得如此之快呀！臣怀疑内有隐情，或许有人与谋火勾结，也或许有奸细在军中作乱。怎么可能？我大言将士忠心耿耿，乃是灭国强军，身经百战。陛下，您别忘，之前这支部队是跟谁的？你的意思是，诸葛长苏？绝无可能。不是诸葛长苏从中作梗，10万大军怎会一朝败亡？不可能，诸葛长苏早已离朝，听信他的官妃岳蒙等人也纷纷辞官回乡。江东大爷多为诸葛长苏的部下，非岳蒙等将虽已离开，但仍在军中安插诸多眼线，岂有此理！他竟为了让朕低头，将国家大事当作儿戏。都说诸葛长苏至今护妖，当今看来果然狠毒啊！现在蒙惑等人虎视眈眈，母后又只给朕10日期限，难道朕真的要跟他低头吗？陛下，若只是低头，倒也还好，就怕太后要将您的皇位让给幽王啊！什么？陛下别慌，微臣还有一计。你有何计？向匈奴解兵。解兵？只有向匈奴解兵，才能平定蒙惑之乱，方能保陛下渡过此关难。匈奴之辈，茹毛饮血，狼子野心，断不可信。万万不可！诸葛长苏说过，匈奴大军十分狡猾，不可轻信之。陛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信那诸葛匹夫所言？可是，陛下，匈奴只是贪财，可诸葛长苏与谋惑要的是您的皇位呀！先生，您看这地图已经3天3夜了，歇歇吧。我想了3天3夜都没有想明白，你皇姐为何对我如此阴狠，但却对别人如此幼稚？有没有可能，皇姐猜忌你，本身就是件幼稚的事？丞相，查清楚了，东南大营之所以败得如此之快，完全是因为大都督秦壮外强中干，率先逃跑，导致军中士气大跌。混账！混账！那个秦壮本就是地痞出身，无胆鼠辈，却因他哥是秦朗，硬生生的坐上这大都督之位。我若早知道他如此不堪，当初就是拼命死谏，也绝对不能让他如愿以偿。你能劝说得了你皇姐？皇姐就像着了魔一样，对那秦朗是言听计从，别人的话他是根本听不进去。不仅如此，掌管朝政的秦朗还大肆敛财，中饱私囊，东南大营已有半年没有发饷。什么？原来如此。秦朗这个逆贼，真是死不足惜。宋西西啊，宋西西，先帝打下的江山，你当真如此舍得糟蹋？先生，燕王，你这是干嘛？先生，我皇姐的确糊涂，但大言的江山不能因此葬送啊！先生，
求您出山，救救大言！恭请丞相出山。丞相，万万不可！丞相，您这前半生已经为了大言殚精竭虑，30不到便已满头白发了呀。结果他宋西西呢？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，还将您的摄政王位一并夺去，还废了免死铁券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您的丞相之位夺去，就由他养的那个小白脸去当。呸！如此白眼狼的行为，丞相何必管他死活？丞相，别去呀！先生，这大言不是他宋西西一人的大言，是我全天下人的大言。这大言的江山，也并非是宋西西的江山，是您和先帝一起辛苦打下的江山啊，先生。丞相，带走吧，一遮风尘。长叔，谢别各位乡亲。那一道宫门沉重而巍峨，和尚旧日眉眼中青涩，金殿山之大言百姓，恭送丞相归乡。风波何曾惧苗头？天谋的万人之上高宗，照明不山河，在御风云那一侧。都起来吧。先生，我帮。丞相，我此番出山，不为旁人，只为这天下无辜苍生百姓。关飞，我做以下部署调整，你记一下。岳猛率兵镇守边关，盯住匈奴，确保燕地无虞。是。关飞随燕王携大部队回援支援京城。是。至于此处，我单骑快马，只身奔赴，说服蒙霍。先生不可犯险。丞相，蒙霍乃至情至性之人，他绝对不会伤我。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蒙霍，而是匈奴。为何？我怕宋西西病急乱投医，找上匈奴帮忙平叛。不可能吧？找匈奴借兵，这无异于与虎谋皮。我也希望是不可能。宋西西如此精明，应该不会担上这千古罪名。好，我怕是醉了，居然瞧见丞相。大哥，就是诸葛丞相。大哥，是丞相，是诸葛丞相来了呀！蒙霍，别来无恙。丞相，你终于来了！10日之期已到，叛军马上就要抵达京城，你们一个个废物，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魏御史，你说的秦王大军呢？为何连个人影都没有？陛下，朝廷数次刻意重税，横征暴敛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对朝中失望之际，秦王之令发出，响应者寥寥。陛下若不安抚民心，只怕秦王大军难以召集。恳请陛下免征赋税，以慰百姓。安抚？等安抚完了，皇宫早已被攻破，你我都要完蛋。秦丞相，陛下，微臣早有安排，
报！启禀陛下，城外集结的叛军已经散去了。此话当真？对，探子出城百里，不见叛军踪迹。好啊，太好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叛军怎么就退走了？是呀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怎么回事？自然是我暗中部署的骑兵起了作用。什么？没错，此次叛军退军，都是秦爱卿的功劳。秦丞相可真是五姓齐王氏族大家，本事当真了得呀！秦丞相神机妙算，料事如神，实乃我朝之幸啊！秦丞相深谋远虑，运筹帷幄，此番退敌实乃不世之功啊！实在令我等望尘莫及。哎呀，这都是陛下英明，微臣不过尽绵薄之力，过奖了。敢问秦丞相用了何等妙计？自然是向匈奴借兵平叛。匈奴？没错，叛军应该是受到了匈奴大军的兵锋逼迫，所以才仓皇而逃。陛下，匈奴乃茹毛饮血之辈，大军所过之处，鸡犬不留。如今前来京城，路上的百姓岂不是要遭殃了？陛下糊涂啊！陛下三思啊！够了，让你们解决问题，你们又解决不了。现在我已逼平叛军，你们反倒狂起来了，是要造反吗？臣不敢。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臣就怕匈奴狼子野心，赖着不走，贪图我大燕江山呐！你放屁！我与那匈奴有合约在身，他们只是求财。陛下，匈奴大军围城，扬言要灭了燕国。皇说陛下回去下枣。秦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啊！误会？匈奴大军都已经兵临城下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？陛下，陛下，为了大燕国，为了无辜死去的百姓，臣请斩秦朗，以正朝纲。请斩秦朗，以正朝纲。秦朗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陛下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陛下，您就算杀了我，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！陛下，这朝堂之上只有我与那匈奴最熟。陛下，你让我出城，让我询问那蛮夷，我去周旋一二，如何？陛下，我若不能说服匈奴，臣定当以死报国。陛下，陛下，罢了。事到如今，你去问问吧。是。想杀我，看看谁先死吧！快走！陛下，请迎诸葛丞相回朝。请迎诸葛丞相回朝。你们，陛下，为了江山社稷，黎民百姓，请丞相罢官。请丞相罢官。请诸葛丞相回朝。当初要诸葛长苏滚蛋的是你们，如今要他回来的还是你们。当今之时，唯有丞相能够力挽狂澜，匡扶严氏，扶大燕于江清。是啊，陛下。你记住，这朝堂之上，离了谁都照样转，没了你，我大燕国只会比之前强上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。朕也想让他回来，可是
他已经对朕失望透顶，断然不可能再回来。陛下，丞相一心为国，不可能看着我大燕亡国的。只要陛下态度足够，相信丞相一定可以回朝主持大局。陛下，丞相是何等的人物啊，又岂会与我等一般计较？可是，朕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如何请他出山啊？报！陛下，秦丞相领着匈奴人杀进城里来了。这是事啊！他这样了，这是真话。难道这大燕国真要毁在我宋茜茜的手中？陛下，陛下！匈奴贪婪，屡占边境，为保大燕安宁，自当严惩不贷，寸步不让。陛下，这都什么时候，你还信了诸葛匹夫所言？陛下，匈奴如狼，欺软怕硬，你退一步，他便进3步。陛下，匈奴只是贪财，可诸葛长苏与谋划，却要的是您的皇位。匈奴之辈，如毛饮血，狼子野心，断不可信。陛下，匈奴大军围城，扬言要灭了燕国。是朕错了。陛下，眼下正是国家危机存亡之秋，应当机立断，不可消沉呐。是啊，陛下。长苏哥哥，你是对的。国家仰视100余年，仗义死节就在今日。诸位，随我出城杀敌！此3策若成，可保大燕国100年无恙。诸葛长苏，你莫要假惺惺的，真让人恶心。以上都是草民的肺腑之言。你记住，朝堂之上，没了谁都照样转。长苏哥哥，我知道错了，茜茜知道错了。长苏哥哥，陛下，事已至此，其实我们还有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泱泱大燕，地大物博，他匈奴再强，也是一只偏师。只要命在，一切都好说呀，陛下。不，朕已经被这万民所抛弃。陛下，我们还有诸葛丞相啊！丞相乃国之柱石，你想想，当初先帝驾崩的时候，那么难我们都挺过来了，现在这点小场面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可他能原谅朕吗？棋盘之上被利剑洞穿，即便拔下，伤痕也仍还在。长苏哥哥，此番七出祁山，若能收复中原，大胜而归，朕必定携百官十里相迎。届时，朕再与你完成婚约，做一世夫妻。覆水难收，破镜难圆。我与陛下之间心底的伤痕也永远和睦。放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摄政王，丞相诸葛长苏有失国体。好一个只手遮天的丞相，欺辱同僚，嚣张跋扈，事后不知悔改，犯下欺君之罪，给朕掌锤！来人，夺其免死金牌，以儆效尤。即日起，革去摄政王之位，永不再封。钦此。我宋茜茜一定好生待诸葛长苏，视他如国士，若有亏欠，生死混淆，不得好死。好，既然丞相愿意交出相位，足以见得对我大燕国忠心耿耿。至于丞相之位，就暂由秦朗代任之。朕做了这么多的错事，他不会再原谅我了。
兄弟们，杀进去！休要过来！你就是大眼女帝，这小脸蛋长得可真得劲儿。休上陛下！妈的，哪来的狗？碎来的！公公，李公公，别哭了，小美人，跟我走，让爷好好疼疼你吧。丞相，朕今日就跟你们拼了！还是个带刺儿的妮儿啊！兄弟们，给我杀死我！慢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混账！这位是大王最信任的颜人，要不是他打开城门，哪里能打进京城？大王说了，要活的。宋西西，事到如今，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，乖乖投降吧！我呸！秦老，亏朕待你如此之好，你居然敢背叛大爷，背叛朕！对我好？那刚刚谁在这大殿之上要置我于死地的？宋西西，我为你谋划一切，你却要我死！你谋划？若不是被女所蛊惑，步步昏招，还自断一臂，我大言何至于此？若是诸葛丞相在此的话，朕也不会流落到这般田地。怪我？人是我逼走的吗？陛下，逼走那诸葛匹夫的是你宋西西，而不是我秦老。人是你逼走的，国是你败的，凭什么怪我？你敢如此对朕？宋西西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什么？你讨厌朕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自以为是和愚蠢，你还总觉得自己是无辜的。当你高高在上，掌握着一切，所有人都对你俯首称臣、跪舔你的时候，你能想过有今天吗？我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只要你俯首称臣，乖乖做我的女奴，我就让你活着，给我生一窝崽。陈大人，我们也要，都有。对，朕是这大爷的皇帝，朕宁死不屈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废物就是废物。宋西西，你说你文不成武不就，除了有张漂亮的脸，你还有个啥？我当初如此信任你，你却这般羞辱我！信任？你就是拿我当诸葛长苏的替代品而已！我当初怎么就信了你的鬼话？所以说你蠢呐！你杀了我吧！杀了你，那多可惜呀！我教了你那么多房中之术，也该实践一下了吧？你不是说你有龙阳之品，只喜男子吗？所以才说你傻呀！我说什么，你都信。我给你脸了！秦大人，秦大人，我们准备了羊皮，让他受钱羊礼，丢尽脸面，再享用如何？好主意！不！
爬呀！过来！这就是大白鲨呀！快点！西西，丞相乃千年难遇之奇才，你要好好待他，万不可辜负。父皇，我宋西西一定好生待诸葛长苏，视他如国士，若有亏欠，生死魂销，不得好死。难道这就是报应吗？你们这帮畜生！该死！耶！够坚持，还想跑？皇姐，燕王，你为何在这儿？先生知晓京中有变，所以特令我等回朝救援。先生，你说的先生，可是长苏哥哥？正是。他在哪儿？先生孤身一人去往叛军大营，去找蒙霍说服他，让他退兵。叛军大营，他们皆是嗜杀虎狼之辈，一个人前去，太冒险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们。皇姐，皇姐不必了。皇姐，刚刚已经得到线报，先生已经劝服蒙霍了，叛军已经。敌军撤退，是长苏哥哥的功劳，不然呢？除了先生，还有谁能劝服蒙霍？你还说这些都是你的功劳？说什么你都信啊？你脖子上的脑袋是个装饰吗？皇姐，你不会以为叛军撤退是这秦朗的功劳吧？皇姐，本来事情已经平息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昏晕到这种地步，去找匈奴借兵。你知道我们一路过来，满京城血流成河，多少无辜的百姓惨遭涂炭。都是朕的错，都是朕的错。行了，母后呢？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快去找母后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殿下，燕王殿下，说，我母后是怎么死的？匈奴人进宫，奸淫掠夺，太后不愿受辱，于是自雪，以权清白。母后，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的母后！怪我？借兵匈奴是你同意的，吐国文牒是你签的，害死你母后的是你自己。胡说八道！信不信这现在就杀了你？事已至此，我还能活？宋茜茜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始终只爱诸葛长苏一个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什么？你爱我？不然呢？
我费尽心思靠近，就是为了得到你，而你呢？我俩都拜了堂了，你还是不让我碰。别说，你别说了！不到你，我就毁了你。苏西西，你也有今天了。真杀了你！只为遇见你，一生遥望，成为黑暗里行走的光。够了！秦丞相乃是新科状元，深谙外交之道，后续匈奴之事就由新科状元秦朗全权负责。君之得先让官吏得意，方才能如臂行事。那某火不过是败军之将，一介蛮夷，早已被我大言铁兵兵吓破了胆，何惧之有？陛下，匈奴只是贪财，可除了长苏与谋祸，却要的是您的皇位。我若不能说服匈奴，臣定当以死报国。该死的东西，真的将你牵连的那么滑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秦朗罪大恶极，固然该死。那为何还要拦阵？但先生曾经说过，国之大乱，秦朗为首，需留他一命，用于祭旗，鼓舞士气，不可擅杀。宋茜茜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就是死不了。做梦！只要朕在位一天，你就活不过今日。你已经不是大燕国的皇帝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后去世前，拿出先帝遗诏，还有口谕，请诸位听旨。太后口谕：皇帝宋西西狂妄自大，昏聩无度，轻信佞臣谗言，怠慢托孤忠臣，致大厦将倾。现请先帝遗诏，剥夺皇位，由燕王宋瑶瑶即位。钦此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先帝遗诏在此，太后遗体在上，奴婢怎敢撒谎？母后，你怎会如此？皇姐，母后刚刚去世，此事我们日后……宋瑶瑶，是你。这一切都是你预谋的，对不对？皇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你一直觊觎朕的皇位，一步一步让朕身陷险境，是与不是？我原本以为你经历了如此的险境，可能会自责、懊悔，没想到你还是这样自私、无能。先生说的果然没错。先生，你与先生，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图谋我的皇位，负罪。这个世上所有人都可以说先生的不是，除了你。宋茜茜，你没资格这么说他。诸葛长苏，他坐山观虎斗，看着我身陷险境却不出手相助，他就是一个胆小鼠辈，是个十足的小人。你怎可报？匈奴10万大军寇边，丞相带着残兵北上了。什么？入城的匈奴刚刚消灭，哪来的10万大军？匈奴早就有吞并大燕之心，他们之前得到了朝廷给的赔款，还有10城，实力大增。城中只是先锋，大军早已在100里之外啊！看你干的好事，先生孤身一人，如何北上？对啊，他会不会有危险？丞相说服了叛军之后，
收拢了东南大营的溃兵数千人。数千人？那他岂不是去送死？这就是你说的胆小鼠辈，十足小人。备马，我要亲自去追回先生。朕也去。你们2人带3万人去爬这座山。这座山，先生，先生，京城可好？平定了。长苏哥哥，长苏哥哥，陛下，您千金之躯，切莫如此称呼，乱了尊卑。我已经不是这大燕的皇帝了。丞相，太后请出先帝遗诏，已传位于燕王。长苏哥哥，这不，我现在除了你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，你我之间早已没有了关系，从今往后再无君臣，也非夫妇。宋茜茜，你与我天下之大，生生世世再也不见。长苏哥哥，我之前冷落你是因为为了江山社稷，其实我心里面一直都深爱着你。皇姐，够了，别再为难先生。长苏哥哥，我与那秦朗，我们俩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，我的身子还是干净的。不信你看。冷静一点。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不肯原谅我？我本来想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好好补偿你。你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理解过我。什么？你与秦朗私情如何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你对我个人如何，我也从来不在乎。那你在乎的是什么？我在乎的是这大燕的江山和天下的黎民百姓。请吧，大人。先生，这匈奴来势汹汹，你带着这几千残兵孤身北上，这简直是以卵击石，飞蛾扑火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去？因为我不得不去。为什么？荆棘之地，乃我大燕国立国之本。若是无人能抵挡匈奴的骑兵，先会有1万黎民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先生，那也不必亲自去啊。你皇姐这几年胡作非为，早已弄得民心尽失，士气不在。我若不亲自坐镇，军心自溃。该死！可是先生，你不必再劝我。你放心，我已联系了北地镇守的岳母和刚离开不久的魔霍。你既已取代了宋茜茜，便在京城召集各方势力，组建援军。可是先生，我怕我不行。我让官妃住，我会尽可能给你们拖延时间。只要守住匈奴大军的第一波攻击，我便能绝地反击，还大燕百年安康。是，副将。先生，可否答应我一件事情？何事？出征之前，给我留下一个皇子。听着水袖起落，唱悲欢，唱离合，无关我。
先生，悠悠，他只想他，他只想他，破碎的言语困住他。一束短流的散落的月光，在夜里变成尘埃。脑海中再见，如果爱只是一场别的生活，一杯不回就关将军，国朝更替，陛下处理。京城军务，靠你了。丞相放心，属下定尽快收拢溃兵，带着援军追上来。诸位，朝中之事，拜托了。丞相，我等自当效死。悠悠，我走了。景先生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对臣秦朗，结党营私，祸乱朝纲，通敌叛国，斩！好！长苏哥哥，长苏哥哥，这是我之前为你亲手骑的平安符。此战凶危，靠的不是平安符，而是舍生忘死，人人搏命。大言将士，为了黎民百姓，随我出征！杀！陛下，西西。大言铁军，杀！朕就说，长苏哥哥一生从无败战，怎会轻易死去？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殿下，这大清早的，你们在门口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刚刚传来消息，匈奴大败。大败？那是好事啊！但是丞相他殉国了。你说什么？丞相他一寡敌众，最终难敌匈奴铁骑，
李杰儿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可是诸葛长苏，一统天下的丞相，是我大言第一只谋士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是你一定在说谎，你在妖言惑众，对不对？听说丞相的棺材已经被门货护送进了京城。不可能，这不信，这不信！你一定是在骗我，这里面躺着的不可能是诸葛长苏，对不对？皇姐，你不要再闹！不可能，堂堂诸葛长苏，我大言的丞相从未拜祭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死去了？轻易！丞相面对的是10万匈奴铁军，而他所率的就只有数千的败军。10万匈奴，也是你这个昏君搜刮民脂民膏养出来的。10万大燕铁军，沦落到数千的败军，也不过是拜你所赐罢了。丞相为了大燕的黎民百姓，大燕铁军杀！无神不死。我赶到时，他身边竟没有一个人，却面对着无数的敌人发动冲锋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丞相之前已经为大燕耗尽了毕生的精力，现在也为大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如此的无说国事，在你这等昏君眼中，到底算什么？诸葛长苏，他坐山观虎斗，看着我身陷险境却不出手相助，他就是一个胆小鼠辈，是个失子的小人。不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为你而来，这辈子都只想和你有关，哪怕是梦，心甘愿不醒来。为你而来，我的爱是最轻柔的对白。人间匆匆，永远爱你，不会更改。宋茜茜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
先生生前你就从未善待过他，现在他死了，你还要继续糟践他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宋茜茜，先生凭一己之力平定天下，创下不世之功，你呢？你是怎么对他？你先是夺了他的摄政王之位，随后又废了免死铁券，最后连他丞相一位也逼着他送给了你的小白脸。不是，这些都是秦老的错。即便如此，先生在临走之前仍给你留下3册，这3册可保我大燕100年平安。你但凡遵守1册，哪怕是1册，先生也不可能带着那几千残军为国赴死。别说了，我求你别说了。你害得国家动荡，百姓遭殃，甚至连母后都害死，这些我都不怪。但是为什么先生为国捐躯以后，你还不能给他留下那么一丝丝的安宁？长苏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走开！昏君！昏君！走开！昏君！打死他！昏君！打死你！昏君！走开！昏君！打死你！昏君！打死他！不必了。也会啊，也不。先生，我送你回家。我送你回家。心碎空流泪然不归。当春之望这世间看红尘是非。时光倒回，饮下忘情一杯。奇观初见，为谁而归？都有去，恭送丞相。瑶瑶，瑶瑶，俯首若梦为花几何，月落此生依旧难舍。长苏哥哥，太后说以后你就是我的摄政王了。陛下厚爱，臣必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不许你死，我要以后都听你的。摄政王诸葛长苏，善战匈奴，有失国体。我们俩都已经有婚约了，革去摄政王之位。臣愿辞去相位。弃教。至于丞相犯下欺君之罪，事后不知回返，嚣张跋扈，夺其免死金牌，以儆效尤。大人铁军，杀！杀！杀！
我不想让你死。我来陪若有来生，我定不负你。谢谢。我重生了。